长期美债利率又往上冲了一下，最高的时候到了 5.3%。但是有意思的是呢，3年前美债的收益到了 5% 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看美国的基准利率它是 5.5%， 然后过了3年的时间，美联储把利率达到了 3.75%， 但是美债的长期利率它没有降，反而升高了到 5.27%。也就是说，美联储它降息了，但是长债的利率反而就更高了。所以今天这个视频想聊一下5%以上这个长债利率，它到底划不划算？如果配置的话，会不会亏钱？大家好，我是新月，视频内容是我个人研究的分享，不构成投资建议。那在讨论之前呢，我们先确定一件事情啊，就是美国它会不会还不起钱？这个我其实觉得还好，美国现在的 GDP 总值还处于全球的第1位，那第2位是中国，第3位是欧盟。以美国目前的国力而言呢，它不管是融资还是偿债能力都还是不错的。如果真的走到美债都还不上的那天的话，那可能就是另外一个层级的问题了。咱们也不能很闲情雅致的在这边讨论哪个收益率高了啊。好，那在美国政府它的偿债能力还不错的前提下，那如果说我们单只是买美国国债，而且准备持有到期，那它最大的好处呢就是比较稳定。比如说现在不管是20年期还是30年期的美债收益，它都是在 5.2% 以上。买进去了之后呢，那美国政府就每半年付你一次利息，到期以后呢也会把本金还给你，那吃一点稳定的利息就还不错。但其实大家现在犹豫的点呢，反而不是说5%以上收益它到底好不好，而是值不值得为了这个5%以上收益把钱放进去20年，甚至于是30年。那这2年的利率变化呢，其实是让人有些担心的。美联储它已经把利率从 5.5 降到了 3.75， 但是长期美债收益呢，从 5% 涨到了 5.2%。这个是由于长期美债它的收益率呢，不是美联储它直接说了算的，它是要由市场供需来决定的。我们来看一下美国的债务数据啊，就2年前的时候呢，美债是36万亿，不到2年的时间，它已经上升到40万亿了，2年4万亿。如果说这个数据还不够夸张，我们再往前拉一下，我们看到2017年的时候，美债刚刚突破20万亿，也就是说这段时间积累了美国总体的债务到了20万亿，但是之后不到10年的时间，这个债务翻了一番。债务这个雪球越滚越大，就意味着美国政府它要不停的发新债、还旧债、付利息。那市场上美债越来越多之后，就需要更加多的人愿意去接这个盘。那如果当初 5% 的利率大家觉得还不够，那是不是要给的更多了？ 5.2%、5.5%，甚至于更高，才有人愿意去买单。而且现在不光是政府缺钱，这2年 AI 的投资规模大家也都看到了，像是数据中心、芯片、电力，每一样都要烧钱，所以现在是政府和这些科技大厂一起在市场上抢钱，哪哪都要用到钱，那钱就这么一点，对吧？自然往收益更高的地方去。再加上中东的局势呢，它也没有消停，油价也是上上下下的。如果说油价它一直是维持在比较高的位置，通胀肯定也就下不来了。那长期的利率想要往下降，也就没有那么容易了。而且最近不光是美国，像是日本、英国、德国这些国家，他们长期国债的收益率呢，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上升。反正大家日子最近都不怎么好过。所以把这些事情放在一起呢，我们至少现在可以确定一件事情，就是美联储它降息啊，它长期美债的收益率它不会跟着一起降下来。这个呢，也就是为什么这次美债收益率又上了 5% 以后，反而没有像前2年那么有吸引力了。当然不是说现在 5.2 之后它肯定会涨到像是 5.5 啊，甚至于 6%， 这个谁也不知道，对吧？而且美国政府也不会希望说自己的融资成本一直往上走，那市场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呢，它也会采取一些措施的。像是上周呢，他们就宣布把美债回购的规模呢从20亿增长到了40万亿。不过说实在的，相比于40万亿的总债务来说，这个动作有点杯水车薪了。
其实归根到底，担心的就是美债收益率之后会不会继续往上涨。那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假设你今天买了一笔5.2%的20年期的美债，那1年之后呢，同样的美债它变成了比如说5.5%，甚至于6%，那个时候会怎么样啊？那首先你手上这笔债，它的市场价格肯定会跌，那蛮好理解的，就是别人现在新买的可能拿到6%，那你手上只有5.2%，你如果想要卖的话呢，就得便宜一点，人家才愿意接手嘛。所以账户里面你就可以看到是浮亏。但是如果说你就不打算买的，这笔钱反正也不急着用，就放在那边慢慢收利息，那其实后面市场上的利率它是涨到5.5%还是6%，跟你其实没有太大关系。我说这个没太大关系是你不会亏钱啊，就是你该原来拿多少利息呢，就拿多少利息，到期了之后呢，本金还是会照样还给你的。当然，其实这里面最让人不舒服的一点就是，不是说会不会亏钱，而是早知道我就买晚一点了，是不是就可以拿到6%了？但是回过来说啊，投资这件事情里面，早知道基本上就是最没用的3个字了，因为今天没有人知道这个5.2接下去是会是6%，还是经过政府的一些措施回到4%。所以说其实我们不用纠结是不是买在最高点，就跟买股票一样嘛。我也不知道我买的股票之后是不是会翻10倍，还是说它会跌个20%，对吧？对于投资这件事情嘛，我们就看重当下这个5.2%的利率是不是满意。如果说你本来就是想拿笔闲钱放在一个比较安稳的地方，就是安安心心收点利息，也不想像股票一样就是天天盯盘啊，分析走势啊，差了这点也不值得，对吧？那目前这个5.2%的利率其实也不错了，而且这笔钱大概率也只是你投资组合里面的一个部分，其他的钱你还可以拿去做其他的配置。但是如果说你觉得这个5.2就赶紧得买进去，这是一个高点，万一过2个月它又回到5%了，这个机会就没有了。然后一下子买个20年甚至30年的国债，那我反而觉得这个时候你可能要先想一想，因为20年的时间真的挺长的了，中间的利率它会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然后通胀怎么样我们也不清楚。那今天我们觉得5.2还挺高的，那10年之后呢，20年之后还是不是觉得高呢？就很难说了，对吧？所以现在配置这种收利息的投资其实也不用想得太复杂，就考虑一下像美债这种相对比较安全的投资，那现在5.2%的收益觉得行不行？再想一下如果说以后利率可能再往上的话，愿不愿意现在就先放一部分钱进去吃个利息？如果觉得还行呢，那就买一点。如果现在都不太确定，也没有必要因为怕错过这个利率就急着把钱放进去锁个20年甚至于30年，毕竟现在可以收利息的选择也不少，没有必要非要锁那么长时间。这边还要提醒一下，就是 TLT 它呢是长期美债的 ETF， 这个 ETF 来说，我们之前提到的就是持有到期，本金是有保障的，这个逻辑它是不成立的啊。你可以看到它随着利率的下降，它的价格也是相应的下跌的。TLT 它没有到期日，也不会在某个时间它把本金全部还给你如果说长债利率没有继续往上升的话， TLT 它价格就会相应的往下掉。你买美债的话，它到期是保本的，但是 TLT 它不是稳赚不赔的，这个是两码事情啊。最近的市场还挺有意思的长期美债的收益呢它在往上涨，然后黄金它也在上涨甚至于比特币它也从底部整理完了开始突破上涨。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不同的资产它本来就是有不同的作用的，像是美债吧它本来就是相对比较稳定一点，可以放着收利息。黄金呢它本身是没有利息的，但是我们长期来看的话呢，它其实是可以作为比较好的分散投资的一个工具，同时也可以抗击一部分的通胀。然后像是股票甚至于比特币这种，那他们的波动就更大了，但是呢这个同时也会带来比较高的收益。所以我们做配置的时候
不一定要说一定要找到最好的啊，只要当下它可以满足我们的需要，它就是挺不错的一笔投资。比如说，我想拿一笔钱，然后收利息，那现在5%以上的美债就还行。那比如说，我想要我的组合里面多一些抗通胀的，跟股票不同类别的资产，那黄金的话也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反正就一句话吧，合适你的就是好的。好啦，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